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6日晚间18点4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呢今天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反弹幅度呢大概在5个点左右。这样的反弹呢是在我们周末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的啊。这波行情的反弹呢有一定的必然性。第一呢，外围市场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周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反弹之后的震荡。这个震荡呢，对数字货币市场提供了一定的信息。同时，在周末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结构转化的概念。首先我们看这里首先它是出现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发生反弹回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上涨和4小时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这里的上涨和下跌呢，对多空双方同时进行了绞杀之后，在震荡的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它的结构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这个细微变化呢是4小时级别的，它由一个大开口的收敛转向窄收敛。所以呢，我在行情当中，昨天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反弹有一定的必要性大多数窄收敛都会很容易酝酿出反弹也就是我们在行情当中说的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这一轮反弹已经发生了，我们在行情当中应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目前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阳线。这个阳线呢很容易酝酿出什么呢？容易酝酿出和之前反弹这里的反弹相对应的平行式的反弹。这样的平行式的反弹呢，会到达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在33000点33500这里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日线级别上从去年1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里的压力位呢，如果发生回落的话发生回落震荡盘整之后呢，如果美股再度持续的震荡在这儿能稳住，那比特币呢还容易发生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有一个预期，就是4小时级别反弹的预期。这个预期呢是在横盘震荡20多个交易日之后从512到今天6月6 20多个交易日之后发生的这个横盘震荡，然后酝酿多头行情这一轮行情呢，它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酝酿出了一个前面我在盘面当中提到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然后多空双杀之后，重新走出收敛结构，窄收敛结构，然后再度酝酿反弹。那这里的反弹呢，有这个2个时间级别，一个时间级别4小时级别能够到达的位置大概是33000左右，遇压力位要回调之后它有可能再度酝酿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目前来看，外围市场美股出现了日线反弹， A 股也出现了日线反弹。作为美股资金池，作为美国资金池的比特币，大概率也会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有这样的概率。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认为布局一些在对应的反弹目标位到达之后，布局一些空单是合理的。为什么你还要说布局空单呢？因为整个市场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我们在这里的反弹只是反弹，不构成反转虽然今天出现了酝酿了4小时级别反弹，但是反弹之后我们要积极布局空单，因为空单的利润是大的周线级别下跌，目前下跌的幅度最高是达到了60%左右，60%左右，下方还有10%的空间。从最低点开始算下方还有10%的空间。那从当前为止算呢，下方我们测来一下还有多少空间呢？从当前为止算到2万美金还有33%的下跌空间。那往上反弹呢，到36000附近是16%。那我们看下跌的空间是大的
做行情呢，我认为是要看长做短啊，你积极的布局长项仓位，在短线上呢也能获得一定的收益。那当前是处在一个反弹的趋势啊，反弹的趋势，你如果做多头的话啊，你的利润空间不大啊，利润空间不大，但是风险是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搏一段小的行情啊，但上方我们要知道，上方的阻力位是在33500这个位置呢，我们看用红线标出来了，这个位置是非常强大的阻力位，虽然有可能发生突破呢，但下方的空间是大的。所以呢，在缓慢反弹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布局自己的空单。在行情当中呢，我们有3点可以做到。第一点呢是把握行情大方向、大趋势；第二点呢是把握自己的仓位；第三点呢把握行情当中的位置啊。当前行情正在酝酿，可以对我们空头来说更好的、更合理的啊，更容易获中线的利润的一个位置正在酝酿。啊，我们耐心等待空头方向，耐心等待它反弹结束啊。反弹结束的位置点位我刚才给了啊，第一个反弹位4小时级别的反弹位33500，第二个点位呢是日线级别的反弹位，大概是在36000左右啊，36000左右就是日线级别第二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杀僧位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由于筹码密集区和波谷连线的作用啊，在到达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出现回落。非常容易出现回落啊，所以呢，这轮行情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啊。前面行情当中震荡收敛出现窄收敛结构，容易发生反弹。这个反弹我们目前来看已经看到了啊，已经看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阳线发生了突破啊。这里的震荡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出现了一些非常消极的啊，认为这个行情就要完蛋了的啊这种心态，但是呢。多头的运发呀，往往是就是长期横盘，然后迸发出来了。因为你看啊，超级主力，它在做庄的过程当中，要有吸锁、拉洗、抬氧、套杀啊这几个步骤。首先要吸收筹码，震荡啊，它要吸收筹码，然后拉升之后下杀锁定筹码，然后再度拉升啊，吸锁。这个位置是吸，这个位置是锁，吸锁拉洗抬氧套杀嘛，吸锁拉洗抬氧套杀，最终到达一定位置，比如说发生日线上涨吸油之后，发生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还要套你，然后杀掉你啊，然后继续我们一个慢慢熊市的过程。但你要看到了这个6月14日，也就是6月中旬啊。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当前行情在从大开口收敛向窄开口收敛运行过程当中，重新出现了一个焦点位。我们说了啊，焦点位是有吸引力作用的，所以拉升之后下行的时间点，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点。6月中旬一定要关注6月中旬的行情，也是做空的时间点，和我们在这个空头市场上6月中旬可能发生获利的时间点啊。当然了，这段行情当前这段反弹啊，我认为如果能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将要给空头方向更好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呢，我已经说了大概有20多天。说了有20多天，我们在之前盘面分析当中给出了啊，行情出现这个新低之后啊，它是做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嘛，出现新低之后容易横盘震荡，不断的诱空啊，不断的让你向空头思维去考虑，这个位置我要不要做空啊？甚至会出现一个左高右低的一个结构啊，这就是像以太坊一样极度的诱空之后呢，它要做什么呢？快速拉升斩杀空头。然后我们在这个行情里面看到了这个比特币的狗庄，它已经现在进化了，它玩了这种多空双杀。什么叫多空双杀呢？诱空之后拉爆之后再打爆多头打爆之后横盘震荡，最终虽然你在这个结构上看到了一个非常窄幅的收敛，
但是这个窄幅收敛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资金被斩杀了今天我看到了那个爆仓数据有几亿美金被爆仓了。为什么它会爆仓呢？就是在这个三角形收敛当中做到的。三角形收敛像一个鲨鱼的大嘴，这里呢是鲨鱼的嘴，会吞食无数的筹码和金钱。所以呢，在三角形收敛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庄家所要考虑的它的习性，了解它的习性之后考虑它怎么做盘，然后呢，你才能在这个盘面当中获利。当然了，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顺应趋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顺应趋势，你能在行情当中获得更多。当前是熊市，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目前的反弹时间级别仍不构成4小时级别就是这波4小时级别反弹出来之后嘛，被打压下去，在这个位置呢，正在酝酿4小时级别反弹，行情还不是那么强势，等待什么时间点呢？等待如果它发生日线级别反弹，我们做空。为什么说你总说日线级别反弹？你总在说这个日线级别反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前面行情当中，从48000点开始，从这个位置也就是压力线，这个白色的压力线我已经画了很久了。白色的压力线这里，它发生了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反弹，对应的一般来说是日线级别反弹，但由于比特币的弱势，反弹仅仅出现了4小时级别，甚至4小时级别被反复杀死，反复蹂躏之后呢，重新酝酿出新的生机让韭菜不断的再次进场，然后通通绞杀一轮熊市很多人会出现爆仓，无论赚钱与否途中赚钱与否，最后都会爆仓很多人出现爆仓，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过于自负心态不稳，多空两个方向都想去吃如果你是坚定的比特币信仰者，那你是做多，即使是熊市有一个仓位被爆掉了之后，你在底部做多，总有机会去赚钱。如果你是坚定的比特币空头者，那你尽量在熊市只做空。如果你是趋势者你是趋势交易者，牛市做空，熊市做多。如果你没有信仰，多空都做，那必然会被市场反噬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观点。这个观点呢，是你自己对行情当中的认知不要跟随行情去做过多的错误的操作可能当时你做的，你可能是认为自己是错的是对的，但是呢，反过来一看，你好像错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点就是无论多空，无论你是哪一边的信仰者，进场之后一定要设置自己的止损，你总会赢的控制仓位，设置止损，在行情当中一定会获利的一定会大幅获利的总之呢，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我在前面课程当中多次说了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怎么做到的呢？控制仓位控制自己的心态控制自己对多空的犹豫坚信自己的方向总会在行情当中大幅获利。由于今天是多头行情所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子以太坊和这个山寨币以太坊是这样，以太坊它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处在一个熊市的下跌当中因为在焦点处下跌，非常不容易收回来，不容易收回来。那日线级别呢，我们看它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说这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容易出现一定时间级别的反弹。那我认为这里是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的。同时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反弹对于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来说，对于这个交易对来说，
目前处于8阶位啊，上方还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啊周线下跌啊，日线下跌啊，目前出现反弹呢，那以太坊的涨速啊就要相对于比特币来得快一些啊。那目前我们看啊，以太坊的行情，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以太坊对USDT 永续的啊这个结构。当前结构啊，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弱势的，因为比特币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形成了一个以太坊前面这样的结构，是一个窄收敛结构，非常容易出现上行突破。但以太坊是怎么样的呢？以太坊是在这个结构当中，收敛结构当中跌破之后，焦点位反弹，然后焦点位构成了压力，下跌下来啊。那当前以太坊啊反弹虽然会比比特币快啊，但是上方重重压力啊，上方重重压力。我们现在观察的是4小时级别以太坊啊，上方压力啊，最重要的一点是在2150啊，2150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啊，也是4小时级别反弹的一个目标位啊，是由这轮行情波峰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红色线在这个位置上2250这个位置上形成的压力啊，2150这个位置上形成的压力，所以一定要重视啊。如果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到达这个位置啊，回踩之后，回踩到2050之后，最终呢发生日线级别反弹的压力位是这个位置，也就是这轮行情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白色线这里的日线级别目标位在2400啊，在2400。所以呢，这轮反弹你就有对以太坊的2个目标位了，区间呢大概是在2150到2400这个区间。同时呢，你有2个做空的价格位置啊，价格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2个价格，分别对应了2个时间点啊。第一个时间点呢，第一个时间级别呢是4小时级别，第二时间级别呢是日线级别啊。所以关注以太啊，以太的波动性要比比特币大，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以太目前是相对于比特币啊出现了反弹，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相当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波箱啊变速箱啊，这个指标发生快速波动的话，会加大以太坊的价格的波动快慢啊，所以呢，低倍杠杆可以关注一下以太坊啊，可以关注一下以太坊。然后周末的行情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山寨币 Waves 啊，这个山寨币呢非常有趣啊，它出现了2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中间呢想要运发一个日线级别反弹啊，这个位置呢要酝酿一个日线级别反弹，悟空阳线都走出来了，但是比特币的下行啊带动了 Waves 出现了一个第2轮周线的下跌吸油啊，最终呢它被错杀了。从63美金跌到4美金，跌幅啊90%几的跌幅，跌幅达到93%，处在一个超跌的状态。我们知道啊，上轮行情啊18年的行情当中，以太坊跌了95%，那在 Waves 的行情当中啊，短短几十个交易日，我们看一下，短短60个交易日啊，2个月的交易，它就出现了一个93%的跌幅。啊，93%的跌幅，所以呢是被错杀了。错杀之后，目前反弹时间级别在4小时级别，这里是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完成之后，做小日线收敛震荡啊，小日线收敛震荡过程当中，比特币有低点啊，跌幅非常大，甚至出现了4小时级别对称性上涨和下跌，但Waves 没有做，Waves 一直在做4小时级别上涨之后的小日线级别调整。我们看啊，这里是小日线，最大的调整是在这里，这是一个小日线级别的调整，分别是小日线、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构成了一个小日线的回调。它是做4小时级别上涨和小日线级别回调，最终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结构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啊，波峰连线啊，看图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
啊，它的这个结构啊一直在，所以呢 Waves 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强势的，但比特币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啊 Waves 并没有涨了很多，所以呢在当前行情中 Waves 多头是有机会的。什么机会呢？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转化成日线级别上涨啊，转化成日线级别上涨，并且呢目前我们观察到啊，当前点位上我们在哪儿呢？在8界位这里，悟空手阳啊，悟空阳线呢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被压制了500年之后啊，这个位置也可以叫悟空阳线，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悟空在，8界也在，并且8界后面杀死了很多妖怪啊，这些妖怪呢，我们管它叫干扰 K 线啊，干扰之后上涨趋势仍然在，就有可能发生什么呢？发生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只要比特币有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的话啊 ，Waves 在这种大波动的币种啊，山寨币就有可能啊到达15美金附近啊。当然了，进场之后一定要设置止损，这个问题我已经反复提及啊，在此不做赘述。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或者加入我的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